极狐系列因为玩法的特殊性，所以说你买一个极狐登录形态是不够的，甚至有可能7个8个的也不够。如果说你全买One Day的话，即便它再版1张多到手也是有点贵呀。所以说为了节省成本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痛魔的能不能平替一下呢？嗨，帅哥，给个3连呗！哎，在视频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6月19日，就是痛魔的极狐出货前一天，厂家联系我说给我发一个评测件，当时One Day的2手都要3张多，然后痛魔说的是有大通的同数值，所以说呢也是称测度叫痛魔，然后卖148，所以说我肯定要答应呀。而且当时呢我也没有一个正版的 SRF 极狐系列，所以我也想着评测的时候验证一下能不能和One Day的换装，就买了一个马克兔。当时城南体型的极狐系列就这一个跌了嘛，然后我也是买了一个离我近的，多花了点钱。结果出货第2天快递都马上配送了，他直接给我召回快递了。明明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来着。然后呢，我问他，他就说他挑一下样品，然后再也没有理过我，就离谱。看到这，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无法理解他们的脑回路呀？说这件事呢，就是告诉大家，可能在这期视频里面我会故意黑这个模型，所以这期视频里面提到的问题呢，需要你自己去分辨真假。我们可以看到痛魔的盒子呢和One Day的不一样呢，One Day是一个通贩，所以说是开橱窗的设计，而痛魔呢是改成了真骨雕样式的风格设计，应该就是致敬大通吧。大通它又是弄了真骨雕风格的盒子，然后就是印上了原创的非One Day的那些图片，但是呢它是只有正面有这么一个图案，其他的面呢全都是纯黑色的。然后正面的图案呢是一个One Day的官图，并不是原创的，而且还是黑白的像一个遗像一样。但是它定做盒子的时候尺寸没有量准，可以看到呢是要比真骨雕高上一截的。打开盒子看到里面的系数的话，就是和One Day一样的了。是对替换手型，一个枪，然后就是一个主体。然后我们把2只都拆开，可以看到呢是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它的腰带呢是拧反的，你需要自己再转过来。一开始特别紧的，是需要用力才能够掰开，应该是被漆面粘住了。然后胯部的下来关节很明显是没有阉割的，只不过可能是被胶水粘住了嘛。因为我这2个呢都是拉不动的，提不上去，所以说会有锯缝。所以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要泡一下开水，试一下把这里泡软之后胶水能不能化开。在我泡了2面开水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一只是解决了，可以活动了。但是呢，它只能是这2边呢是泡开了，中间的这个转轴呢还是被粘死的。所以说呢，我如果说上推这一个胯部，另外一边呢就会下去，反过来的话也是一样。而另外一只呢直接就没泡开，不过还好它本来的缝隙就不大。我这一只的其他关节都是可以正常活动的，而这一只呢是左胯以及这一个右脚尖是粘死的。这样的话泡开水，顺便把这一个胯部还有脚尖呢也是泡开，可以正常活动了。然后我们拿这2只刷一个好成色出来看一下，我这个买的是第一批清仓的，就是说第3批出了第一批清仓58，商家说了第3批和第一批的区别就是第3批的关节是变紧实了，第一批很松。不过我更相信58的这一批呢是别人退货处理的，退货的原因就是这个胯部是粘死不可上下拉的。理论上这种纯黑色的模型呢是不会翻车的，但是呢谁能想到 QQ 竟然能做出这么离谱的操作。它的重量方面呢是61克，它身上可以荧光的地方呢就是身上所有的红色，包括腰带上的印。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和One Day搭配的问题。首先身高方面呢，左边是One Day，右边是 KO， 可以看到呢是 KO 更高一些。但是正常情况来说应该是这2个是一样高的才对，因为 KO 它我是胯部中奖了嘛，就被胶水粘死了，所以说呢它这个胯部关节是收不进去的，所以说比起One Day呢胯部要长了一截，导致的身高更高一些。当然这个痛魔当初敢定价这么高也是有一定的底气的，就是说它呢有比其他的 Q 强的一点，就是说它的膝盖周围呢是没有缩磨出来大缝的，都是做的挺紧密的。甚至我的另外一只极狐的腿呢还紧密过头了，可以看到它的大腿早就怼到膝盖关节的底了，但是还要继续往下怼，已经怼的向外变形撑开了。腰部呢也是和One Day的一样肥，肩膀呢也是可以看到不会露出来底下的关节，下巴也没有因为缩磨导致脖子露出来。不过它的胳膊轴呢可以看到和肘关节已经是怼到一起了，但是大臂小臂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断层感的，就是说它这里还是缩磨了。这里缩磨倒是小事，因为已经比其他的 KO 要强一些了，但是呢可以看到它2条胳膊呢都是往外撇的，这一切弯哥的源头呢当然是One Day了。可以看到呢它这一个右胳膊是有一点外撇的，但是左胳膊呢是稍微一点点不太能看出来的外撇，所以说也是导致痛魔它翻模的时候没有纠正过来，导致发扬光大了。所以说右胳膊呢是更外撇的明显了，左胳膊呢也是从几乎看不出来变成了能看出来外撇。所以正是因为它没怎么缩模嘛，所以说可以和One Day相互换装。它呢没有像另外一个厂一样做成了和One Day不一样的是一个球形关节，依旧是左One Day右 KO， 可以看到呢关节设计是一样的了。然后这是 KO 的下半身，这是One Day的上半身。听到咔吧一声就知道已经是安到底了，十分的完美。
可以不用修建直接安装上。然后这是万代的下半身 KO 的腰子，来试一下，比刚才轻松一些，也是听到咔吧一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模型的细节，首先就是头雕，耳朵不对称的话，可以看到是个例，也就是我这一个呢是这边外撇一些，而这一只的头雕呢可以看到是算得上对称的。眼睛方面呢可以看到是透明键没问题，复眼细节也有还原出来，只不过呢里面的颜色分布的不均匀，有的地方乌漆麻黑，有的地方偏银色。然后就是鼻子的接缝处呢有一条小缝，不过离远了看不明显。脖子的可动不松，但是活动两下就会拖出来，就是说它咬合的不够紧。然后它的叶面罩呢是粘死的，弄不下来，所以说它的复眼还有下巴呢你并不能替换。不过它的这个上半身倒是没问题，可以看到呢可以正常替换的，没有沾胶水。这样的话你又以为这一个上半身可以正常使用了，对吧？不，你看一下它上面还有一个环呢，就说这个环呢也是几乎标配的。你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是因为它颜色做错了嘛？它该是白色却做成了黑色，这样的话你就是看的不明显。颜色做错是小事，但是你他妈还粘上了，这根本弄不下来。你看还有胶水外露。胸腰部的连接也是特别的松，毫无阻尼感可言。腰带方面呢，可以看到4个凹槽都有还原出来，可以插带扣，但是呢它太糊了。外带的细节呢都有还原出来，但是糊成一片了。你看它这2个圈呢成什么样子了，都不是一个圆了。腰带的镜头右侧呢应该是通病，可以看到呢是缩胶缩的成一个洞了。所以我是很不能理解它是怎么做到又肉缩胶又严重的呢？而它的下半身呢，除了这么一道银色就是纯黑色，没有其他的分色，所以说呢想翻车都难。只不过我另外一只的左条腿烂成了这样，不知道怎么搞的。要不是胯部的下拉关节被粘死了，这一个下半身的整体观感呢还是没问题的。只不过它的脚踝这里呢没有左右接地性，所以说你平常站式的话是只能够这样罚站的，并不能迈大步子。此外，它的这一个领钉呢也是软胶材质的，可以放心。可动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低头幅度一般，抬头幅度没怎么有，转动没问题，就是会脱出。然后它的胳膊平抬能够达到90度，大风车没问题，没有大臂平转，弯带也是这样设计的嘛。然后曲轴幅度呢可以达到150度，手腕还算得上是灵活。胸腰部可动的话，前倾后仰幅度都非常的差，转动。然后就是腰带可以360度转动嘛。胯部呢，我们不借助下来关节其实也是可以轻松的一字马的。然后底下有防穿帮，前踢幅度可以达到90度，后踢能达到45度，大腿根可以平转。屈膝幅度可以达到120度左右，脚腕没有接地性，脚尖。一圈绑下来之后呢，手感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了，头部容易脱出，胸部松的毫无阻尼感可言，肩膀太紧，然后就是这个膝盖处呢是很松，特别是这一个右膝盖的下端是松的毫无阻尼感可言。而另外一只呢也是一样的问题，只不过它的这一个右膝盖呢没有松的毫无阻尼感可言，但是它右胯的侧踢呢是很松的。配件方面呢和万代是一模一样的，一对武器握持手，一对持枪手，一对五指防松手，还有一对这个炮子手。只不过万代呢默认是装的这一对五指防松手，而这个通模呢默认装的是握拳手。最后一个配件呢就是长枪模式的这一个马格南，可以看到呢它是和腰带一样又肉又严重缩胶。比起万代的话，可以看到细节倒是没有阉割，只是糊没了。然后涂装呢是非常淡的，然后枪管下面连接带扣的这一个凹槽呢，可以看到是阉割掉了。关于修复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首先是它的一个胸部太松，就这样垫一层卫生纸呢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而膝盖松动的问题呢，就是用丙烯哑光剂，用牙签蘸一点抹进去，然后活动，让它渗到关节里面去，然后把多余外露的给擦掉，然后等上1天之后呢，它就会变紧实了很多。但如果说和我的这一个右小腿一样松的毫无阻尼感可言的话，那基本上没救了。然后就是替换手型，你需要注意，需要泡开水才能把它给拔开，不然的话容易拔断。因为它的手型呢真是特别的紧，你拔下来之后呢，你需要直接销装，并不是打磨，因为打磨真的是没啥用，因为它的组合度真的特别的紧，你需要给它小洗1/3左右才保险，不然的话下次插拔不泡开水的话肯定还得断。最后就是它背后的这个环的颜色是涂错了，我们需要给它涂成白色。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批通模提壶的情况，真不知道当初怎么敢定148的呀。然后呢，现在第一批已经清仓完了，你想要的话只能是入第3批了。现在买第3批也不贵，不到1张，不过呢比起这个好像也就是关节加固了一些，你们觉得入手值得吗？别忘了你需要考虑到它的下巴复眼以及背后的这些环呢是不能够替换的。当然通模比起万代呢并不是一无是处，至少是比万代要耐操很多。它这个头呢就是一碰就掉嘛，我呢掉地上了4、5次，而且每次掉到地上都是非常的 Q 弹，要弹上好几下才会停下来。可以看到呢前几次掉地上都是毫发无伤，而最后一次掉地下呢才把这个耳朵给摔断，这样才回去了，呵呵呵。